好，咱们继续啊。前面呢，咱们讲了一些文字性的说明。那么从这节开始啊，咱们需要做一些手动的操作了，对应的叫开发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呢是前置知识。那咱们说啊，使用 Langchain 进行大模型的开发，咱们使用的是 Python 语言，所以这里呢首当其冲，大家需要掌握 Python 的基础语法。这儿呢我就罗列出来咱们后续开发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知识了。大家哪块不熟悉的话呢，提前先补一补啊，熟悉熟悉。当然了，你像这个线程与携程，可能很多小伙伴呢在之前开发中用的比较少啊。那么咱们在后边呢涉及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大家再去熟悉也行。好，下面呢提到这个事儿，说这个 Langchain 呢，它支持 Python 和 GS 两门语言来实现。那进而呢，咱们使用 Langchain 开发大模型的话呢，也可以使用 Python 或者是 GS。只不过呢，这里呢，咱们选择了 Python 这门语言而已啊。为啥呢？因为我们说 Python 呢在社区是最活跃的，常年呢也在语言排行榜当中啊排在首位。所以呢，咱们就优先选择 Python 了。当然了，你像其他的一些语言，比如说 Java 呀、C# 呀等等这些语言，它们也有对应的一些框架，然后呢，也可以开发大模型的应用啊。只不过呢，在整个大模型开发当中，咱们说 Python 的语言是首选的，然后呢 Langchain 那个框架呢也是首选的。所以呢，大家呢就学这个 Langchain 没毛病啊。然后第二个话呢，就提到说大语言模型的基础。咱们呢在开发大模型的时候呢，大家最好之前呢用过像豆包啊，像这个腾讯元宝啊，包括通过网站的方式访问过 DeepSeek 呀，这样呢是最好的。这样呢咱们在开发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有感觉了。就好比是呢，大家如果想写一个电商软件，那你最好呢提前也玩过像淘宝啊、拼多多呀，是吧？这样的一些电商平台用过，这样呢你在开发的时候呢可能会更有感觉啊。那另外的话呢，像这个 token 啊、prompt 呀、embedded model 啊这样一些概念，大家如果提前了解最好。如果不了解的话呢，也没关系。后续呢，咱们讲到相关知识的时候呢，一说大家就明白了。行，然后接着呢，咱们来看这个相关环境的安装。首先呢，叫代码管理方案。那如果大家之前呢电脑当中装过 Python 的 IDK 的话啊，假设呢就装在这个路径了。那么这个路径呢，对应的我们就叫做全局环境。与之相对的呢，还有一个叫虚拟环境。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大家呢，把这个 Python 装在这个路径下，咱们在后续开发过程当中，可能是不是要遇到一些第三方的依赖？那么默认的话呢，都是装在咱们这个全局环境里了。那么不排除不同的项目使用的依赖的版本不一样，那么这儿呢是不是就会产生冲突啊？因为都放到你这个全局环境里了，那到底选哪一个呢？这就比较麻烦。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咱们选择了这个叫虚拟环境的方案。咱们呀，针对于不同的项目提供不同的虚拟环境。那虚拟环境与虚拟环境之间彼此是隔离的。那比如说我们在项目1当中用到的是这个模块的1版本。然后呢，在项目2呢，虚拟环境里边用到是这个依赖的2版本，它们之间因为是隔离的，所以呢就不会产生冲突和干扰了。这呢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案。所以后续咱们使用 Python 开发程序的时候，不管用不用 Langchain 哈，咱们基本上都选择虚拟环境的方案。好，那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去设置这个虚拟环境呢？这儿呢我给了3种比较主流的方案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方案这呢咱们就不提了。这3种方案有什么区别呢？这儿呢，我提供了一个表格，大家可能一看呢有点乱这儿呢简单说一下。首先呢，咱们看方案3吧，这个比较简单，说叫使用 V-in-V， 这个呢是 Python 自带的轻量级的虚拟环境的工具。你看 Python 呢自己呢是不是也给你用虚拟环境的这种方案了，对吧？这个呢使用的前提呢就是大家电脑当中你得先把这个 Python 的这个 IDK 或者叫解释器你得先装好，然后才能用这个工具。那比如说大家开发一些小的 demo 或者一些小型项目大家呢就可以选择这种 V-in-V 的这种方案。好，那么上面这个呢叫使用 UV 这个 UV 呢就适合呢咱们开发一些大型的项目大家呢去安装好这个 UV 以后呢然后呢不需要提前装好这个 Python 的解释器在创建虚拟环境过程当中自动的会去创建咱们这个 Python 的这个解释器的它这个方案2呢和方案3呢，它俩有一个共性，什么呀？它们两个呢都适合来管理纯 Python 生态的依赖纯 Python 的生态那如果呢我们这个依赖当中有一些非 Python 的依赖那不好意思了，咱们就只能使用方案1了，就是康大的这种方案。比如说咱们在进行这个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的小伙伴呢可能学过这个内容，那咱们对应的是不是就有这个 CUDA 和 PyTorch这些呢都属于非 Python 的依赖，咱们就只能用这个康大的方案了。这个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康大方案呢有一点跟方案2一样的，就是他们都不需要呢提前去装这个Python 的解释器咱们在创建虚拟环境过程当中去下载这个解释器安装就可以了。好，那咱们这道课程呢讲的是 Langchain其实呢方案1、方案2、方案3都行因为咱们只涉及到 Python 的依赖了，只不过呢咱们选择了康大这种方案而已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呢，这里提到说Conda环境里边也可以使用这个 pip install 啊，那到底是用 Conda install 还是 pip install 呢？这个咱们优先呢用 Conda install， 具体细节一会儿再说。好，那既然呢我们选择了 Conda 这种方案了，那下边呢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涉及到我们该如何去安装这个 Conda 了呀？我这儿呢提供了一个文档，大家回到咱们这个资料这块，这儿呢有一个文件夹，打开，简单咱们说一下如何去安装。首先呢，这有一张图，提到了 Conda 这样一个指令还对应的有2个软件，一个呢叫 Mini Conda， 一个呢叫 Anaconda， 对吧？那么这2个软件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到说 Anaconda 呀，它除了包含 Mini Conda 之外呢，还包含了150个高质量的 packages。那咱们在 Longchain 开发大模型的时候呢，其实好多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就没有必要呢去装特别重的这个 Anaconda 了，咱们就装这个轻量级的 Mini Conda。那后续呢用到什么第三方依赖，咱们再去装就可以了。OK， 那 Mini Conda 从哪下载？往后走，这儿呢咱们就有个链接把这个链接呢咱们打开。那打开以后的话呢，这个界面当中咱们就可以选择怎么下载了。这个网有点不给力啊，咱们看这个截图吧。首先呢，针对于大家的操作系统，你是 Windows 的还是 Mac 的还是 Linux 的，进行一个选择。然后呢，这个左边的话呢是 Anaconda， 右边呢是 Mini Conda那咱们就选择右边这个直接呢点击一下，它就开始进行下载了。OK， 这儿呢我就不下了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资料里边回过来，大家能看到已经下载好这样一个版本了。我建议大家呢也是使用我这个版本进行安装因为呢你要是从这个网站上安装的话呢，它可能是最新版，这个最新版呢不排除可能跟后续的咱们的 PyCharm 或者 VS Code 呢有些冲突，所以建议大家你就装这个版本就行，双击安装傻瓜式安装所以我这儿呢就提供了一些截图，咱们快速的过一下，点击这个 Next，然后 I agree， 然后呢选哪个都行，这儿呢我选择了 All Users，选 Next， 然后这块呢指定一个安装路径，我放在这个地盘 Development Tools 这个下边了。这个路径呢，大家不要包含中文和空格，注意一下。好，选这个 Next， 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去打勾，然后接着呢去 Install 安装，安装，OK，这呢就装完了。那装完以后呢，下边我们是不是要使用这个工具呢来去创建虚拟环境？那首先那得启动吧，怎么启动呢？这儿呢提供了2种方式。第一种，大家呢就在咱们下边这个搜索位置，在这儿呢大家去输入这个叫Anaconda，叫 PowerShell。OK， 就是它，然后这个 PowerShell 这块呢，PowerShell 对，就它，然后呢，大家直接点这个打开就行我呢就不太习惯用这种方案所以呢，我这再讲一种使用 CMD 命令行的方案。那这种方案的话呢，我们需要呢配一下环境变量大家要注意。所以呢，这块咱们回过来，找到这个此电脑右键找属性，然后这儿呢高级系统设置找环境变量，然后下边这块呢我们选用这个 pass 是吧？进来以后，这里边呢我们去新建这个环境变量新建的话呢填写什么呢？看一下，咱们当初安装这个软件的时候呢，对应的地盘下有3个子目录我这块呢是在地盘 Development Tools 下边有这3个子目录，把这3个子目录大家呢添加到咱们当前的环境变量里边，我这儿呢就放到开头了就是这3个。当然了，大家你放到中间后边都行，这就看你检索的顺序了放到前面就优先检索。好，我这儿呢就点这个确定，这就搞定了。OK， 那这个文档呢咱们就可以关掉了。那行了，咱们配置完以后呢，就可以通过 Win2 的方式输入这个 CMD， 然后回车，进入这个命令行窗口。在这块的话呢，咱们可以接着呢去输入这个叫conda env 的 list。在当前的这个环境里边，咱们看到只有一个 base 只有它，所以呢下边咱们是不是要创建这个虚拟环境了呀？好，非常重要的一步。回到咱们课件这个，咱们来看这个点安装虚拟环境与 Python 解释器。在创建虚拟环境的过程当中，咱们就会把这个 Python 解释器呢一并给安装了。那咱们现在呢讲的是 Longchain 1.2 的版本官方说了，要求 Python 的版本呢是 3.10 以上的，咱们这儿呢使用的是Python 的 3.13.12 这个版本。那具体怎么创建呢？来，大家你看，我这儿呢是用的这个指令 conda create 刚刚 name， 这呢是咱们的虚拟环境的名称。因为呢咱们这道课程是讲 Longchain 的，所以我就这样起名了。大家呢你可以换个名，比如说你开发具体的是什么项目，你这呢就可以写成这个项目的环境名，对吧？然后呢后边呢是咱们对应的 Python 的版本是 3.13.12， 建议大家呢你跟我这个版本一样，因为后续咱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依赖避免呢相互之间他们还有一些冲突问题省去了大家去测试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咱们就直接用一样的这个版本
OK， 回过来，我们在这块呢把这个命令呢粘过来，直接呢我们回车。好，那下边的话呢就会帮我们来创建这样一个虚拟环境，同时呢帮我们去下载对应的 3.1、3.12 这个 Python 的解释器。咱们稍等片刻。那出现这个界面的话呢，大家输入一个 Y， 接着回车。稍等片刻以后呢，咱们就下载完成了。完成以后呢，接着咱们去输入这个叫 conda env list。大家看到是不是这呢就包括了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这样一个虚拟环境了，对吧？没问题。行，那接下来的话呢，大家需要做一个叫 conda init 啊，做一个初始化啊，直接我们回车一下。那初始化以后呢，大家把它关掉，再重新 win2 cmd 指令呢打开。这儿呢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指令呢，咱们课件里边也都有。OK， 行，那么再进来以后呢，咱们conda 一下 env list，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虚拟环境，然后接着的话呢，我们使用叫 conda activate，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launchpad 1.2 呢给它启动起来。好，大家看，当我们前面这块呢显示的是 launchpad 1.2 小括号，那就意味着我们当前呢就在使用这样一个虚拟环境。那在这里边呢，咱们去输入一下叫 Python 空格-version。大家看到是不是就我们刚才指定的这样一个 Python 的版本，没有问题是吧？好，那这个完了以后呢，下边啊，咱们接着呢是不是就要下载这个叫 Launchpad 的这样一个安装包了？咱们要进行 Launchpad 的开发，你不得装相关的它的依赖吗？好，那这块安装的话呢，咱们有两种指令，一个呢叫 conda install， 一个呢叫做 pip install。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咱们上面稍微提了一下。咱们在开发的时候呢，优先大家去选的这个叫 conda install。这个 conda 如果要没有的话呢，大家再使用这个 pip install。为啥呢？这里提到了说 conda 啊，它的依赖呢检查比较严格，而这个 pip 呢相对来说就宽松一些。那所以呢，我们在有时候呢装一些软件对应的版本的时候呢，它这个 conda 呢可能就没有这个版本，是吧？那么这时候呢，或者检查比较严格，那就我们就可以通过 pip install 这个方式呢进行安装，这是一个点。另外的话呢，就是 conda 呢，因为它还支持这个非 Python 的包。所以呢，你要是非 Python 包的话呢，那肯定是优先选的这个 conda install 了，它呢根本就没有，是吧？它只是这个 Python 包。行，那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说清楚了。那下边呢，咱们就优先是不是使用这个 conda install 去装咱们这个 launchpad 的指定版本？这儿呢，咱们用的是 1.2.12 版本啊。同样的原因啊，建议大家呢用我们这个版本都写死它。如果你要是使用这个指令的话呢，装的就是最新版的 launchpad， 不排除跟后边会有冲突，所以不要用它啊，用上面这个。行，那回过来以后呢，我们直接呢，右键粘过来，这个没粘成啊，重新，Ctrl C， 粘过来，好，直接呢我们就回车，它这块的话呢，就从它默认的这个渠道里边啊，频道里边呢开始进行下载，不好意思，出问题了，说这个 package not found error， 哈哈，找不到是吧？那找不到那就不行了，那咋办呢？这块呢，大家看到我这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叫-C， 叫 conda forge， 就是咱们刚才这块呢用的是它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渠道啊。那这个渠道呢没有呢，大家也可以拿我们这个渠道呢去测试一下。看看下边这个渠道行不行？这个同样没粘过来。Ctrl C，OK， 然后回车。你看，这时呢我们这个 channel 这块呢是不是就首先呢选择的叫 conda forge 是吧？稍等片刻。好，那稍等一点时间之后呢，大家发现呢，是不是又报这个 error 了？什么问题呢？说呢，咱们当前呢想装的这个 1.2.12， 它要求这个 Python 呢是这个范围内的。咱们刚才 Python 装的是不是 3.1、3.12 是吧？恰好呢出了它这个区间了，所以这块呢就失败了。这儿呢就咱们刚才说的，用 conda 呢它的要求就比较严格一些，你看是吧？那为了咱们安装能成功，所以各位小伙伴，咱们这块呢就用一下这个 pip 装吧。咱们就使用这个指令 ，OK 啊，所以你看这刚才讲的这个事儿呢，几种情况是不是都出现了？好，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开始进行安装啊，确实呢，这个 pip install 呢就要宽松一些。好，那等了一点时间之后呢，咱们安装就成功了。这时候呢，咱们输入一下这个叫 conda list， 大家看前面呢，咱们是不是就 launchpad 装好这个版本了？用的实际上是 pip install 是吧 ？OK。行，那这个装完以后的话呢，咱们这块呢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操作了，咱们就把它关掉就行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看到下边这块啊，叫 PyCharm 的开发环境。我这儿呢用的是 PyCharm， 大家呢也可以使用这个 VS Code 都行啊。然后我这儿用的是 2025.3 这个版本。如果大家呢这个版本有点旧的话呢，你也可以呢通过这个链接去下载这个最新版。那如何激活？
我在课件里边呢也提供了对应的这个文件啊，大家你去参照一下就行了啊，比较简单。好，我这呢就打开我的这个 PyCharm。行，那打开以后呢，咱们首先呢去新建一个 project 啊，上边我选择我对应的这个路径啊，就在这个路径下啊，这儿呢我去指定一个，咱们叫 Langchain 1.2下划线 tutorial。tutorial 就是教程的意思。然后呢，下边我们选择 custom environment 啊，已经存在的 Conda。然后这个位置呢，就是咱们安装这个 Conda 呢，它对应的mini Conda 是吧？它对应的这个路径，大家你去选择你自己的那个 scripts 下边的这个指令。然后呢，下边这块就是咱们电脑上已经有的一些虚拟环境了。我这儿呢是不是就这个 Langchain 1.2是吧？它给我装在 C 盘下了。好，这儿呢我就 create 一下。OK， 看这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的话呢，我们在当前工程下呢，你可以去，其实这个文件没啥用啊，咱们就直接去创建一个新的。首先是文件目录啊，这儿呢我叫做Chapter 01 Summary 啊，概要啊，在这个文件目录下边呢，咱们就创建一个简单的 Python 的文件吧，比如说我们就叫做 test 啊，在这儿呢写一个说第一个测试程序 ，OK， 然后呢回过来，咱们在这儿呢写一个 print 吧。我写一个叫Langchain 点啊，看一下它的这个版本是多少，对吧？然后这个 Langchain 呢，我们需要 Alt 加回车给大家导一下包啊，咱们就导一下这个 Langchain 包就行。好，直接呢右键我们 run 一下，大家看这儿呢是不是就成功了？咱们安装的就是这个 1.2.12 这个版本。行，那么大家的话，首先按照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使得呢我们最后呢在VS Code 或者 PyCharm 当中啊出现这样的一个输出结果，那我们这个准备工作啊就算是完成了。